为了这一趟21天的旅行，我计划了3个月。除了要玩一下葡萄牙之外，重点就是要走朝圣之路。这一集的内容将会是我快闪里斯本，接着就是一个小众的旅游城市法蒂玛。100年前，有3个小孩子在这里看到了圣母显灵，从此这个小镇就变成了知名的宗教圣地。我怎么可能错过这个小镇呢？如果你也要走朝圣之路的话，这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小镇哦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。里斯本的机场，我现在去搭 metro， 从这里下去搭地铁。我要买1日票，因为我刚刚好差不多在这里24小时。去机器买票，这边出站入站都要刷卡。首次购买里斯本的24小时交通卡，费用差不多是8欧元，可以让我无限量的搭乘他们的地铁、巴士还有缆车。哇，地铁一出来就看到这样的景色，好棒哦！这是我今天入住的单人房，房间小小的，一个人65欧元，入住的时候还要另外付4欧元的税。这个房间跟我在 Agoda 上面看到的有出入，但是没关系啦。它的优点是这个冷气是真的可以用的。现在才3月中，里斯本已经蛮热的了。外面的街景是这样子。我放下行李了，现在呢，我去找吃的。听说有一间在这个游客区里面的藏宝餐厅，我去找找看。这是一间由3代同堂所经营的小餐馆，有着非常高的评价，价钱非常公道。位置在一个小巷子内，里面的位置不多，而且只收现金。菜单，刚刚旁边的邻居告诉我说，这是星期1的菜单，他今天是特地来吃这个的，所以我就跟着他点这个吧。刚刚的邻居还说，他只要每个礼拜1有在里斯本的话，他都会来吃这个。这个是北方菜，但是这里也有做，所以他很欣赏这一道菜。待会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好，这就是他介绍我吃的，其实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。哦，是鱼，鳕鱼，这不是炸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在葡萄牙的北方和南方在煮鳕鱼的时候有些不同。像我吃的这一盘就是偏向北方的特色，是用炖煮的方式，而且有一些酱汁在上面。而在南方就是偏向用煎跟炸的方式来吃鳕鱼。这一道菜除了有一大块鳕鱼之外，还有一些现炸的薯片，还蛮好吃的。来这间店吃饭的话，要在它一开门的时候就来，不然的话就要排队排很久。这是我今天吃完的价钱。我们在葡萄牙看到的这些石板路，都是师傅用锤子一颗一颗把它敲出来的，完全没有利用水泥，而是利用很细的沙土代替了水泥，固定了这些大石头的下面还有左右两边的空隙，把每一颗较大的石头固定住。这些具有葡萄牙特色的石板路，在其他被它殖民过的地方也都看得到，像是巴西和澳门。哇，看一下有没有很多排队，没有的话，我就用1日票去搭这个电梯。我买了24小时的票，就想说来搭这个电梯，还有其他的。这个呢，就已经暂时没有在服务了，所以只能走楼梯上去。后来发现这一张天票很多有包的交通设施不是没开就是暂时关闭，所以这张天票对我来讲是亏钱的。肚子饿了，先去吃海鲜饭，再找机会吃蛋挞。这一间很多人介绍过了，我也来尝一下。
AI 告诉我这个是国民饮料，我选的这个是 Pineapple 的口味。看一下，蛮沉的感觉，料是很多，还是饭很多？很像台湾的广东粥哦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？才是广东粥，只是海鲜而已。这个看起来螃蟹是有半只，但是很不好剥壳，所以吃起来应该不容易。然后虾子有2、3只，还有整个的蟹壳，哇，这个爆浆！这一锅1人份的海鲜饭19欧元，带壳的海鲜还蛮多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怎么吃。我就听到旁边桌有一个客人抱怨说：“你给我这么多螃蟹干嘛？”店员就很无奈的说：“但是很多人喜欢啊。”最后还有一杯免费的樱桃酒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发现这里80%都是亚洲人在吃，可能因为这边靠近旅游区吧。因为我第一天来到里斯本嘛，还不知道这里的物价到底是如何。我觉得他们的海鲜饭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没有好吃到说很惊艳，或是说想要再来，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还可以。从我住宿的地方一下来，就看到这间另外一个有名的蛋挞店，去买一个来吃。这一间虽然不是创始店，但非常受本地人的欢迎。后来吃完创始店之后，我真心有觉得这一间有比较好吃哦。他们还有卖袜子，1双10块，但是我想要买的是这个袋子，4欧半。吃这个蛋挞，好好吃。这个蛋挞的精华是它的皮，好脆，非常的香，然后内馅是软软绵绵的，但是很甜，真的很甜。哇，里斯本的邮轮港口就在这里耶，地点超好的。然后这里有个很漂亮的港口。很漂亮的一个傍晚，看一下粉红色的。6点多就这样被吵醒了。大家都说葡萄牙人很 chill， 没有那么早工作。的确是我现在想要找一个早餐店买咖啡，很多都还没有开，但是他这么早就开始施工了，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就是早上6点50分左右的里斯本早晨。因为我住的地方除了便宜，而且很靠近所有景点之外呢，其他真的是没什么优点。昨天我一直想搭这个非常受欢迎的28号电车，但人超多的，都搭不上。果然早起还是有好处的。我刚刚在找咖啡厅的时候，无意间就看到了，然后就马上坐上，刚好我就坐一小段，坐了一个站，然后就上来这个山丘，刚好看到日出，好漂亮哦。葡式早餐，蛋挞配咖啡，2欧7元。结束了快闪里斯本24小时，现在我要搭巴士出发去法蒂玛。好危险哦！这里停了一台11号的巴士，我以为在那边搭就是可以了，其实不是，我们要来这里搭，这里去找11号巴士。车程只要1个半小时，而且车费只要6欧元左右哦。好，来到法蒂玛车站，我要搭这个小火车，它会带我们这几个站，然后去看小童他们小时候住的地方。然后，但是我看不到车子在哪里呀？错过了1个小时一班的小火车，所以我就不搭了。我要自己想办法去这个小童住的地方。这个观光小列车会停靠8个点，
起点的地方就在巴士站的旁边，淡季的时候1个小时才一班，旺季的时候听说每15、20分钟就有一班车了。好，我来到教堂的入口了，这里非常的干净舒服的一个地方。我为什么一直注意到干不干净？因为纽约太脏了。法提玛这个地方是葡萄牙比较小众的一个旅游城市，但是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1917年，这里发生了圣母显灵的事件。故事是由3个普通的小孩子开始。9岁的 Francisco 和7岁的 Jacinta 是2兄妹，他们的表姐是10岁的 Lucia。他们的家庭在这个小镇过着牧羊人的生活，直到1917年的5月开始，一直到10月，每个月的13号，他们都说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圣母的显灵。有人相信，有人质疑，所以到了最后一次显灵的时候，也就是1917年的10月13号，现场聚集了数万人，甚至连当地的报社记者也来到现场。那一天，很多人说他们亲眼看到太阳发出强光，甚至在天空中旋转和移动，而且还被报社拍下了照片。这件事情被称为太阳奇迹。在法提玛的教堂区主要分为3个区域。第一个就是中间这一大片广场，就是当初圣母显灵发生的地方。而在广场的左边有一个非常小的教堂，叫做显灵小堂。据说当初圣母就是在这里显灵的，所以现在很多弥撒都在这里举行。而这个就是玫瑰圣母大教堂，当年的3个表兄妹就安葬在里面。这里就是当初圣母显灵的地方，就是后面那个小教堂。当初大表姐露西亚请求圣母玛利亚带他们3个一起上天堂，但是圣母说：“是的，我很快就会接走他们。但是露西亚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更长的时间，因为耶稣要利用你，让你成为我的见证，向世人传达我的讯息。”之后，小表弟和小表妹都因为西班牙流感而去世了，年纪都不到10岁。而露西亚则活到97岁，她后来成为了修女，她亲自记下了圣母给她的讯息，这也是很有名的法提玛3个秘密。前面2个秘密很早就公开了，唯独第3个秘密被封印在梵蒂冈，直到2000年的时候才揭露了内容，据说是跟教宗遇刺有关。这是小表妹埋葬的地方 Jacinta， 然后 Lucia 95岁离世之后，她也埋葬在旁边。然后这里是小表弟 Francisco 埋葬的地方，这应该就是他当初牧羊的样子。接着我就坐 Uber 出发去参观这3位小童的故居，车资只要4欧元，坐 Uber 过来只要4分钟。现在我就从这里进去，哇，终于来到这里了，好兴奋哦！进来这里是免费的哦，所以有机会一定要来。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来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朝圣之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。如果你也有来走朝圣之路，而且你是因为有信仰的话，我觉得很值得把法提玛列入你的葡萄牙之路。这个就是我没有缘搭上的观光小火车。这里就是这张很有名的照片，当初拍照的地方就是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些墙壁你看得出来就是这里。这就是当初小表兄妹住的家，是后来父母才搬到对面去的。这是小表兄妹父母住的家，在 Francisco 去世之后，因为他们被很多人打扰，因为很多人想要参观他们的家，所以他们决定搬来这里，重新过一个生活。然后这一张床呢，是 Francisco 当初在旧家去世的床。他当初是得到流感，去世之后呢，他们
就把这张床搬来这个家。旁边的床是他父母的床。这个旧家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父母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这是小表妹的耳环，上面的那块小木头是从她的棺材那边剥落下来的一小块。然后这里还有很多他们3个小童的合照，还有很多留下来的一些遗物。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温馨的家。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。旁边这一间就是小表兄妹在这里出生还有度过短暂童年的家。这就是当初 Francisco 在这里去世的房间。然后这是他们最原始的家的后院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这是后院，然后进来这里呢，这里有张床，这个是男生专门住的房间。这里是厨房，储藏室。100多年前，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，但因为这3个小童，这里改变了，他们的故居变成了博物馆，让我们参观。附近也因此多了很多餐厅跟商店，而且从很多角落跟细节都看得出来，住在这里的居民依然思念着这3位小童，守护着他们的同时，也觉得他们是这里的骄傲。我觉得这里走起来真的很舒服耶。不晓得是天气很好，还是有一种特别宁静的感觉。明明是走在街上，但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平静的感觉。接着继续走5分钟左右，就会是大表姐露西亚的家。露西亚的房子这里有个牌子告诉我怎么走。往那边到了，这就是露西亚的家。露西亚的家。这是露西亚父母的房间，当初她就在这个房间出生的。这个就是露西亚跟她姐姐的房间。进来是他们的厨房、储藏室，但是旁边有一张床。然后这里是织布房。你看得出来，他们把露西亚的房子维修得特别好，但是就有一种太新的感觉了，没有他的表兄妹父母家还有他们小时候的那一种原始的味道。在露西亚家的后院有一条下坡，一直往下走就会看到这里。这个就是纪念当初天使在这里显现的地方。那时候3位小童玩得很开心，就跟其他小孩子一样，天使就显现，提醒他们要认真祷告，因为他们是圣母玛利亚的见证人。其实法提玛是位在里斯本和波多这2个重要城市的中间，交通也非常方便，很适合为我接下来的朝圣之路做一个开幕式。像我在这里逗留了4个半小时之后，就要搭巴士前往波多。欢迎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，下一集就跟着我一起去玩非常漂亮的波多。如果你有兴趣来法提玛的话呢，长途巴士站就在这里。一出来沿着这一条路走，往那边走，没多久就会看到教堂了，大概走15分钟吧。